中美无人机又一轮同场竞技，既是战场建设，也是展示实力和决心，比的就是谁准备的更充分。各位网友，大家好，我是罗小飞。最近国内外媒体都注意到了南海还有西太平洋上空，中美两国军用无人机活动都有了新的动向。国外媒体报道，中国在8月底出动了2种无人机，连续3天持续靠近观察美国、日本、英国3国的联合演习。其中一种呢，还是第一次出现在附近海域的 TB001。我们以前介绍过这种无人机，出口沙特的，生产线都卖出去了，个头特别大，翼展20米，载弹1.2吨，是一种大型的察打一体无人机。另外呢，这两天还有媒体报道，美国的 RQ-180大型隐身无人机也出现在了菲律宾附近。据一些资料讲， RQ-180的翼展能有60米，换句话说，它的宽度是 TB01的3倍，比 B2 轰炸机还大。如果携带弹药的话，载弹量估计也不低。这是一种战略级别的隐身无人机。明显双方都在这个区域强调了长时间连续的侦察和监控能力。如果简单的比较性能，当然我们可以说 TB001 和 RQ-180 确实不是一个级别，肯定是 RQ-180 更先进更高级。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这个领域中国处于下风，因为 RQ-180 代表的是美军无人机的顶级水平，而 TB001 在中国只不过是民间企业生产的，在军方那儿似乎还没有转正，根本不是中国最好的无人机。双方执行的任务恐怕也不同。美军使用 RQ-180 更有可能是执行一些隐蔽的战略侦察任务，比如说对战场上的电子情报信息进行收集，对双方的兵力火力部署情况进行侦察。而中国无人机的任务呢，可能就是强调了大范围监控和持续跟踪，因为美国人在搞分布式杀伤链，水面的、水下的、岸上的都有火力点，点多面广，就需要我们战前对美军兵力保持一个持续跟踪，保持战场相对透明，随时能给后方提供打击目标所需要的位置参数。而且即使开战的时候无人机被击落，至少我们也马上知道美军最后的位置是在哪里，然后像无侦8这样的高速隐身无人机马上可以冲过去补充侦察一下，恢复战场透明，重新获取目标数据。另外呢，双方无人机干的都是同样的2件事，一方面是结合日常训练进行战场建设，让自己的部队提前熟悉环境、熟悉对手；另一方面都是通过自己的行动展示战法，其实就是用实力来进行炫耀，让对方感受压力，告诉对手我的无人机后边跟着是巨大的打击能力，这就是有形的对抗。另外呢，很有可能同时还会出现一些无形对抗，就是电子对抗，比如说用干扰手段破坏对方无人机的通讯、导航，让对方迷航或者是迫降。过去呢，解放军海军编队出访的时候，美军就对我们的编队进行过干扰，当时弄得我们编队雷达等等手段全部失效，只能用望远镜在海上进行观察，等于是一下子让我们倒退40-50年，回到了2战的水平。这也是美军炫耀武力对我们进行威慑。而现在我们改用无人机这么飞，说明在通讯、数据链的加密、抗干扰能力方面，还有可以防止干扰进入我们天线主办的自适应天线等技术方面，都已经不是无下阿蒙。所以在无人机的发展和应用这个领域，中美之间的对抗一定会长期化，这是数量、性能还有应用方法的全面比拼。好，关于中美双方大型无人机在海上活动的情况，我们今天呢就分析到这里，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栏目，我们下期再说。